你放心，我一定会还你们周家公道。说罢，朝李大公子厉声说：快跟本官说实话！李大公子咬着牙，打死也不说。不说实话，就给我用刑！爹，你不会真的要对我动刑吧？在这公堂之上，我不是你爹，快说实话，不然夹棍伺候。爹，我的确是有这个想法，但我真没叫刘兰芝去绑人呢。看来李大公子是亲口承认了，把李茂生拖下去，打20大板，以作惩戒。是，大人。爹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别让他们打我了。很快，衙门的院子里传来李大公子和刘兰芝的痛呼之声。杜婉春见着差不多了，便带着周家一家人离开了衙门。他们这边前脚刚走，后脚李县令就让人写了一封休书递给了刘兰芝，并派人将她打包送回了杜家。而杜家这边也是一团糟，刘氏死皮赖脸的待在杜家不走，就在家给红香端茶倒水，见着被送回来的女儿，那是哭得撕心裂肺。这事儿很快被一传十，十传百，附近好几个村子的人都知道。杜婉春一家人在成安县没有着急走。瑞渊，你看到附近有胭脂铺没有？那里有一家。你家娘子呀，进门到现在也没有一把像样的梳子，你去里面买一把沉香木的，等回去之后再给她一个惊喜。周瑞渊点了点头。趁着杜婉春去买油的时候，周瑞渊偷偷去了那家胭脂铺。周瑞渊买了梳子以后，犹豫了许久，最后拿出自己手里仅有的铜板，买了一小盒胭脂。他拿着胭脂和木梳准备出门的时候，迎面撞见了一个人。周瑞渊一惊，连忙低下头与他擦肩而过。男子最终还是发现了周瑞渊。殿下，随着身后之人紧追着不放，他踮起脚，用了轻功在人群中快速闪躲。而身后男子的身子也十分轻盈，握着剑一跃而上，眼看就要追上他。站住！周瑞渊连忙从屋顶一跃而下，朝一旁纵横交错的小巷跑去。而另一头，娘，相公真的是去了胭脂铺吗？是的，我亲眼瞧见他进的，怎么一转身就不见了？娘，我们分头找找看，若是找到了，就在这门口等着。周大娘点头。二人分开以后没多久，周大娘撞到了气喘吁吁跑来的周昭。娘，我去二哥布斯看了，也没瞧见大哥。瑞渊会不会是出了什么事？娘，你说会不会是京城那边有人寻来了？不可能，都已经过去了3年，他们应该早以为我们死了。娘，他们如此娴熟了，若是没有看到我们的尸骨的话，就绝对不会相信我们已经死了。不行，我们快点找，一定要找到你大哥。周昭重重点头，连忙转身冲进了人群继续寻找。街头的另外一边，杜婉春在一条小巷子里隐约见到了周瑞渊的身影。就在这时，他的手臂突然被人拽住，一把拉进了身旁两屋之间的缝隙里。相公刚要开口问，便被周瑞渊用食指按住了唇。杜婉春立马明白了他的意思，连忙闭上嘴，不再说话。这时，小巷里缓缓走来一个人，四处寻找着。小巷里的男子转悠一圈之后，在不远处停下，目光停留在了杜婉春和周瑞渊这边。男子缓缓朝他们走来。杜婉春见状，来不及多想，立马踮起脚朝周瑞渊的唇吻去。他还没反应过来，杜婉春就已经抬手挡住了他的脸。周瑞渊迅速回神，捧着杜婉春那红得滴血的脸深吻起来。黑衣男子他见着缝隙中拥吻的二人，随后连忙转身离开了这里。待男子走远后，抱歉啊，刚才无事。相公，刚才那人是谁啊？为什么跟着你？我也不知道是谁，可能是想打击我的匪徒。杜婉春半信半疑，但是也没有继续再问。相公，我们快些回去吧，要不然娘会担心的。二人在镇门口找到了周大娘。瑞渊，你刚才去哪里了？刚刚在路上被人跟踪，所以回来晚了。跟踪？什么人？难道是？我猜是一名盯上我银子的匪徒，不过别担心，我已经把他给甩掉了。那就好。是啊，娘，我们快回家吧。婉春，你怎么了？怎么脸这么红啊？娘，我没事儿，可能是因为太热了吧。周瑞渊坐在一旁，手里紧紧地捏着一直紧护着的梳子和胭脂，犹豫着要怎么送给杜婉春。然而直到马车停到家门口，他的梳子和胭脂还是没有送出去。周大娘自个儿从马车里面拿了一个小木盒下来。婉春，你平日里连个像样的梳妆盒都没有，娘特地给你买了一个，正好你可以把你娘留给你的银耳饰和珠钗放在里面。多谢娘。你这孩子不用跟我们客气，等日子好了，娘再给你买更好的。
周瑞渊走在前面，就在他刚跨进门的一瞬间，殿下还真是让我好找。瑞渊，贵妃娘娘说的真没错，你们果然都在这里。是他派你来杀我的。贵妃娘娘只是托我来问好。那个女人还是不肯放过我们吗？我们都被她害成了这样，她怎么就是不肯罢手？你们知道的，只要你们活着，贵妃娘娘就不会安心。婉春，你快跑，快离开这里，我们不能连累你。这时门口突然传来王婶子的声音：周妹子，你们怎么了？吵吵闹闹的。一抬头正瞧见门前提着剑的男人。王姐姐你快走，他是刺客。然而王婶子不仅没走，反而一步一步地走上前去。乔儿，是你吗？那男子听到唤声也明显的一怔。秋儿，真的是啊！日月，你先别动手，他是我儿子，是我们13多年的儿子啊！婶婶，你可看清楚了，真的是他吗？没错，就是他，我的儿子，我不可能会认错的。娘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我和你爹把家里的田地都卖了，去京城寻你，可惜没有寻到你，所以就只能先留在这个长留村安生。好在我们认识周家一家人，他们一家人对我们两姑老一直照顾有加，所以才能安生活到现在。去还马车的周昭也回来了。大哥，出什么事了？京城派来的刺客。周昭提起拳头也要动手。有话好好说，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没有误会，我的确是受了命令来刺杀他们。你这个混小子，我还以为你去京城是干什么大事，原来是干这种伤天害理的勾当。娘，我在宫里当差，没干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。你要杀周家人，难道不就是吗？我告诉你，他们都是你爹娘的救命恩人，你要是想杀他们的话，就要先杀了你爹娘。这么多年了，你怎么不给你爹娘传个信儿啊？我传了，但是都没有回信。那你也不知道来村里找我们吗？我找了，但是你们都搬走了。你不是说你在宫里当差吗？怎么千里迢迢跑到这儿来行刺了？我是受人指使。什么受人指使不指使的？这样的差事不当也罢。我告诉你啊，只要有我在，你休想动周家人。王姐姐，他真的是你的儿子？是，他就是那个我们找了许久的儿子秋儿。我不管你是跟谁当差，从今儿个起，你就待在这村子里面不准走，给我老老实实的种田种地。好，娘，我听你的，我不走了。原来他去了京城以后就进宫做了侍卫，后来被贵妃娘娘赏识，做了贵妃身边的贴身侍卫。这一次他来长留村就是受了贵妃的指使来刺杀周家。至于贵妃为什么要杀周家人，王秋特地没有说，毕竟这是一个惊天大秘密。王婶子把王秋带回了家。瑞渊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那女人若是知道我们真的在成安县，估计还会派人来。我会让王秋给那女神回一封书信，就说她在成安县并未发现我们母子4人。她会信吗？放心，她就算是不信，也不会再大张旗鼓地派人来杀我们。为何？她当初害得我们残的残，聋的聋，做了那么多的恶事，现在若是真的动手，只会让她在皇上跟前原形毕露，不然她这次也不会只派一个小小的侍卫过来。那王秋呢？她愿意听你的。从他离开京城开始，那女神就没打算留他的命，与其回去送死，还不如在这里陪我们演一场戏。况且他为了他的家人，也愿意跟我一同瞒着吴贵妃，不然到时候死的就不仅仅是他一个人。他们2人在屋里面聊着，杜婉春和周昭在后院里面捡蛋。三弟，你和相公他们是怎么得罪了那位贵妃娘娘啊？她居然这么大老远的派人来杀你。大嫂，这其中事情比较复杂，我想应该由大哥亲自告诉你。杜婉春听他如此说，也没有再继续问了，回到了屋里。婉春，今日相公，你我既然是夫妻，那你就不应该瞒我。我不是想瞒着你，我只是怕连累你。相公，当初你双腿残疾，家境贫寒，我愿意踏进你家门，就不怕吃苦受累，更别说是怕被连累了。我只希望我们2人能够坦诚相待，夫妻同心，一起度过难关。还是说你根本就没有把我当做一家人，根本就没有把我们当做夫妻？周瑞渊，我不是非嫁你不可，你要是不愿意娶我，那现在大可以给我一封休书，我保证我一定会拿着休书头也不回地离开你。别走。周瑞渊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婉春，我说我并不姓周，我姓梁，我娘姓陆，
叫陆周，所以才给我们取了周姓。梁姓是玄越国国姓，周瑞渊是皇族之人，陆婉春为证。娘和当今的皇帝是少年夫妻，可惜那位95至尊的皇帝爱上新进宫的吴贵妃，为此冷落我娘，还听信谗言，将我外祖父一家满门抄斩，并将我们母子4人流放至荒芜之地。我们在流放的路上被人追杀，惨的惨，伤的伤。后来也是因为机缘巧合，我娘才顶了陈家外嫁女儿的身份，带着我们来到了长留村。我们原本想着就这么在长留村安稳此生，但没想到这位吴贵妃竟步步紧逼，并不想给我们后路。所以你就是那个被废的太子殿下？周瑞渊顿了一下，随后点点头。相公，时候不早了，我们还是早些歇息吧。娘子，今日同我一起吧。相公，你不是说要等相识之后？不能等了。周瑞渊就像一头失控的狼，极具占有欲的吻侵略着他唇齿间所有的柔软，这种感觉让他心情愉悦，不知不觉也回吻了他。有了回应的周瑞渊如同被鼓舞了一般，越发放肆。窗外月光缓缓照入，夫妻2人总算是迎来了头一次的坦诚相拥。杜婉春这一刻终于明白了周大娘的话，终于知道了什么叫受不住。自家相公还真是跟平日里见到的不一样啊。屋里的油灯一直烧到了半夜，然而简陋的小屋却一直到了天明才逐渐安静。第2天清晨，娘子，你醒了，再睡一会儿吧。今天娘应该不会来唤我们。杜婉春一想到昨晚的动静，脸更加红了，随后当真抱着他又睡起来。昨夜实在是太累了，他们一直睡到临近中午才醒来。就在周瑞渊伸手准备拿衣裳的时候，一直揣在兜里的木梳和胭脂跟着一同滚落下来。这个是送给你的。多谢相公。我帮你梳头。啊，你会梳头？不会，但是我可以学。还是我自己来吧。周瑞渊却是执意不肯，放缓力度继续梳着。杜婉春看着自己头上的歪歪扭扭的发髻，哭笑不得。对于无论做什么都手到擒来的他，还真是有些不适。没关系，学也要有个过程嘛，以后日子还长呢，不差这1天2天。从现在开始，我要给你梳一辈子的头。50。婉春、瑞渊，快来吃饭了。今儿个昭儿又去池塘里捞了几条鱼上来，够我们吃上好几天了。啊，娘，今天的鱼好香啊！这呀，多亏了山下那曹家媳妇，是她教我做的。曹家媳妇儿，娘，这位姑娘是谁啊？之前怎么没听你提过啊？长留村山脚下住着一户姓曹的人家，传说祖上是县令，现在家道中落，成了庄稼人。家里总共也就2个儿子，大儿媳妇儿便是周大娘口中的曹家媳妇儿，好像跟你一样也是姓杜，嫁到我们村也有10多年了，只不过呀一直没有生育。前些日子他弟弟抱了一个女娃娃给他养了，长得可好了。她是不是叫杜大梅？没错，就是叫这个名字。婉春，她会不会就是你大姑呀？我记得你爹把你继母的孩子送给了你大姑养来着，是不是就是她？我大姑出嫁早，嫁到了哪一家我也不知道。刚才听娘你这么一说，估计就是这个曹家。杜婉春的大姑整天待在夫家，还不知道她出嫁了呢。要是知道她嫁到了周家，估计早就寻过来了。你这大姑日子苦啊，常被她婆婆欺负。下次上山，我再带你去看看她。杜婉春点点头。待吃过午饭之后，泥瓦匠何全一带着工具来到了周家，准备给他们量地基。何全一量过地基以后，又跟周大娘商量了新房的布局。没过多久，便跟周大娘商定好了建房的事宜。过几天便带人来拆房子、打地基。随着何全一这一进一出，很快村里人都知道了周家要建房子的事儿，纷纷感慨不已。没想到这个孤苦伶仃的寡妇，竟然也带着一家人翻身了。尤其是孟婶子。啥？你说啥？寡妇家又准备建房子了？是啊，我刚才去看了，他们家都准备起地基了。我也去瞧瞧，也不知道这周寡妇是使了什么手段，赚这么多银子。好了，你也别总管别人家了，现在来说说我们家的事儿。我们家能有什么事儿啊？我要纳妾了。纳妾？怎么，你还惦记周家那寡妇啊？谁跟你说是她？是邻村的江妹子，她想跟我。
那位江妹子跟他是同乡，以前时常走在一起，现在更是3天2头的到他家来，没想到居然勾搭到了他家的男人。你都这把年纪了，你还不老实，净想着纳妾！我告诉你啊，我就算是死也不会同意的。我告诉你，这次不管你同不同意，我都要纳她进门。你要是想纳她进门的话，那就等我死！不用等你死，我现在就休了。孟大爷手一挥，转身离开。孟婶子呆在了原地，没想到一直针对周家是针对错了，最该死的就是他这个老了还不老实的男人。他气的是浑身颤抖，转身进屋提了一把菜刀冲了出去。很快孟家便传来一声惨叫，周大娘在自家屋门前都听见了，连忙朝身后的杜晚春问：晚春，你刚刚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？娘，好像是孟家那边传来的。周大娘抬头看去，只见村子里的人都朝那边跑。这孟家是出了什么大事吗？她正嘀咕着呢，王婶子走了过来。周妹子，孟家出大事了。我呀刚才路过，正巧瞧见了。那孟老爷想着要纳妾，就是邻村那个江寡妇，他家婆娘不同意，二人一番争执下，孟家婶子直接把孟老爷给废了。啊，真的？真的。我刚才路过的时候啊，看到满地的血。现在孟老爷被送去许大夫那儿了，再过一会儿啊，说不定官府的人就要来了。没想到孟家婶子这么厉害，你孟家老爷子就是活该，以前还惦记你来着，也不看看自己多大年纪了。我瞧那孟婶子做得对，就该废了他，看他还老不老实。这样也好，也免得他们家又跑来闹腾我们。我瞧呀，现在他们也没有心思再跟我们作对了。说的没错。哎，周妹子，你们家里那个香露还在做呢？凤儿那铺子里1个月需要好几瓶，我得赶着这个月之内把下个月的做好。这时杜晚春把今天刚刚做好的薄荷香露拿出来，递给王婶子。那王婶子，你瞧瞧看，这是我们家新做的香露，主要是用来提神醒脑，防止蚊虫叮咬的。我在里面添加了不少中药材，你瞧瞧怎么样？王婶子拿到鼻子前闻了闻，这香露的味道还真是够特别的。这香味冲鼻是冲鼻了一些，不过你可以涂到蚊虫叮咬过的地方，能够迅速止痒。真的？杜晚春给他倒了一点在手上，那婶婶可以试一试。我昨天在地里呀，也不知道被什么东西给咬了，今儿个痒的难受，我试试看。涂到了手臂被虫子咬过的红肿上，片刻之后，还真不痒了，这清清凉凉的，还十分舒服呢。周妹子，这东西还真好使。等到夏日的时候，有了这个东西啊，那就再也不怕被蚊虫咬了。我也是听着晚春的，想要试一试，没想到还真成了。这东西要是拿去卖啊，一定有人买，只不过不知道卖多少银子。如果是婶婶的话，多少银子愿意买呢？你们也知道，这农家之人吧，只为填饱肚子，手上就算有闲钱，都只会用来买粮食。如果是我的话啊，最多20文。不然多了，宁愿受着痛。你这个我买不起的，这个是送给你的。这段时间一直借你们家的马车，就当是谢谢你。王婶子看着自己手中香露，欣喜若狂。那我就不客气了啊。待王婶子走之后，杜晚春和周大娘商量道：娘，我有一个好办法。什么好办法？王婶婶说他们最多只能出20文，但是我们平常1瓶的成本就超过15文了，剩下的还要和方家分，这样算下来我们赚不了多少铜板。但是娘你想想看啊，我们要是将1瓶分2瓶卖呢？什么意思啊？这款香露平日里用的时候本就用量不多，单是1瓶就可以平常人家用上1-2个月了。不如我们把1瓶分为2瓶，然后每瓶再以20文的价格卖，这样除去成本之外，我们还能赚上一些。这样也行，我们可以试试。那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去县里面置办瓶子。时辰不早了，我们要快一些。杜晚春连忙起身去牵马车了。这辆马车是方家送的，主要方便周家送香露去铺子。2人上了马车，到了成安县。他们先买了瓶子，再去了一趟熏香铺子。回去的路上，一出门便见了一位熟人。晚春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是杜晚春的大姑杜大梅。杜晚春见着自家大姑也是一惊，随后立马跟她说了自己出嫁的来龙去脉。爹真是太不是人了，你出嫁这么大的事都不跟我说一声。他呀估计就是怕我坏他的事。周妹子，我家这个小侄女儿打小就可怜，你一定要好好待她。你放心，晚春现在就是我的亲生女儿，我不会让她再受苦的。晚春，
你们买这么多瓶子干什么？这家铺子的香露就是我们做的。傻孩子，这瓶子不用买，我家里有的是。啊，大姑，你家里有？我跟我家男人学烧陶，学了上10年了，家里做了不少空置的陶瓷瓶。你们若是需要的话，那就都送给你们。为何会空置啊？要是卖出去也是一笔银子啊。这些陶瓷本是隔壁县的一个富商订的，但是后来他们全家离开了青州府，我们也只能先将这些陶瓷闲置在家。由于一直卖不出去，后来我家男人呢也就没再烧瓷了。大姑，那正好，我们不仅要买你手里的陶瓷瓶，我还要买你烧瓷的手艺。婉春，你真的要买？只是这价格上面，价格的话呀，你说多少就是多少，反正我们放在家里也是放着，能卖多少银子呀就卖多少银子。至于我这手艺，你只要是想学，我都教你。大姑，走，我们先回家，再慢慢说。没错，回家了慢慢说。杜婉春和周大娘带着她一起上了马车。我们家婉春呐，幸好是嫁给了你们家，这要是真嫁给那李家，怕是就没得好日子过了。亲家，在我看来，婉春能嫁给我们家，是我们家的福气才对。杜婉春赶着马车，看着家门口远远地站着一个身影，是周瑞渊。日后啊，还是让我陪你一起去县里。相公，我大姑来了。你大姑？亲家，你家这孩子长得可真好。哪里，只不过长得比平常人白一些罢了。瑞渊，快叫大姑。见过大姑。好孩子，起来，不必多礼。大姑娘，婉春，饭菜已经做好了，快进屋吃吧。饭菜做好了，谁做的？娘，当然是我做的。瑞渊呀，你什么时候学会烧饭了？我跟着王婶婶学的，虽然比不上娘的手艺，但是应该还能吃。相公，你的厨艺真不错。娘，大姑，你们快来尝尝。周大娘连忙拿起筷子，夹了一块豆腐放进嘴里。婉春说的没错，的确很好吃。相公，你做饭手艺这么好，是真的跟王婶婶学的？是真的。昨夜你在睡觉的时候说了梦话啊？我说了什么？你说山里的笋子出头了，想吃春笋啊？我真的说了。娘子今后还想吃什么都可以跟我说，我给你做。多谢啊，相公。杜大梅一连吃了好几碗，待月亮高高挂起的时候，她回了家。待她一走，周瑞渊便迫不及待地将杜婉春给拖进了屋子。翌日，轻轻地戳了戳她那张好看的不像话的脸，终于明白了一件事儿：周瑞渊并不是一个花架子，昨夜不过是第2次就把她折腾得不行。来到前屋，婉春呀，下次你还是别跟我一起上山了。啊？怎么了，娘？若是有了身孕，那就不好了。不是，娘，哪有这么快就会有身孕啊？哪里不能？我和瑞渊爹成婚后第1个月就有了他。娘，那我们今天先不上山，先去大姑家看一看陶瓷瓶子吧。我也正有此意，若是他们家那窑还能用，我们就自己烧瓷，多余剩下的银子还可以再买一些香料，我再调制一些其他的香露。好的，娘。杜婉春准备和周大娘再做一些香粉、香膏和香丸。在此之前，如果能把曹家烧瓷的手艺给学回来，那日后他们就不用再担心香炉没有瓶子装，还可以烧制自己想要的图案。两婆媳吃完早饭以后，一同来到了曹家。里面突然传来一声尖锐的骂声：“你一个不下蛋的母鸡，给我滚！滚出去！”娘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别打了。呸！我让你昨晚那么晚回来，你是不是想趁我儿子不在家去偷人你？娘，我没有去偷人，我只是去我侄女家吃了个晚饭。曹婶子，你怎么能大白天的这样打自己的儿媳妇呢？杜大梅想着抱养了弟弟的女儿，这个婆婆会对自己好一些，谁知道又把她给大骂了一顿，说她既然要抱养，怎么不知道抱养一个男娃呢？养个赔钱货女娃有什么用啊？我家的事轮不到你来管。我今儿个要是不拦着的话，他就要被你打死了。哼，一个不下蛋的母鸡，打死就打死了，我让我儿再娶一个就是。曹婶子，杜大梅就算是你的儿媳妇，你也没有资格这样殴打她。哼，她喊我一句娘，我自然有资格管教她。倒是你一个寡妇，在我们家成什么能啊？说完，她转头正巧看到了杜婉春。哟，这就是你那个新娶进门的傻儿媳吧？
你带着这傻丫头快给我滚！这时，原本晴朗的天空突然间乌云密布，你们快给我滚出去！天空上的一道惊雷正巧打在了他的脚边，砰的一声巨响，曹氏被吓得没站稳就栽了下去。哎呦，我的个亲娘啊！你给我等着，看我不打死你！曹阿婆，你要是再敢动手，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。曹氏听着一怔，挽起袖子想要朝他扑过来，然而他才刚迈出步子，下一秒脚底打滑，直接朝身后摔了下去，腰部的位置被一块尖尖的石头顶着，发出骨裂一般的声音。个老天爷呀！哎呦，我咋这么倒霉呢？这时，曹家老大正巧回来了。娘，儿子，是他们推的我。娘，刚才我都瞧见了，是你自己摔的。你还是不是我儿子？怎么能帮着外人说话？娘，你别说了，我还是先带你去看大夫吧。相公，我知道这事儿不怪你，我先把娘带去看大夫，你留在家里照顾客人就行了。杜大梅欲言又止，点了点头。杜大梅转身回去，低着头一边哭一边朝着杜婉春和周大娘说：亲家，婉春，今天连累你们了。不连累，幸好我们今天来了，不然你家婆婆还不知道要怎么欺负你。大姑，你放心吧，以后有什么委屈尽管跟我们说，有我们在，绝对不会让她再碰你一根汗毛。这时，原本在床上还嚎啕大哭的小娃娃突然停止了哭声。大姑，这孩子好像是饿了。我熬了米汤，你等等啊，我这就拿过来。这孩子幸好碰到你大姑了，不然也是个苦命人。我大姑是个好人，以后啊，她会有福报的。杜大梅端着一碗热乎乎的米汤走了过来。大姑，这么小的孩子光喝米汤是不够的，我让你大姑父去其他村弄一些牛乳，刚才他回来的急，也不知道他弄到没有。也不知道大姑父带着曹阿婆看大夫怎么样了。刚才那一下摔得不轻。大梅呀，你和你相公性子都软，所以才会被你婆婆拿捏。这次等她回来了，你就学我的，把茅厕里的搅屎棍拿在手里，她敢打你，你就一棒槌下去。你也别怕你家那口子不站在你这边，我瞧她呀也是受尽了委屈的。亲家，你现在也是做娘的了，你若是不出头，这孩子就会吃苦。杜大梅听着一震，而后点了点头。亲家，我知道了，我一定不会让我女儿跟我一样被人欺负。想通了就好。杜大梅喂完孩子，主动将他们带到了后院。这些东西都卖不出去，婉春，你们要是想要的话，那就都送给你们。大姑，早前我就说了，我们出铜板买。说着从兜里掏出了一袋铜板递给了他，这些我们都要了。不行，我不能拿。日后我跟我相公都来你这里学烧瓷，就当是我们给你的学费吧。这手艺反正也是要传下去的，你们想学我们还巴不得呢，怎么还能收你们铜板呢？大姑，一家人不用这么客气。那好，那等你大姑父回来了，我跟他说一声，把这窑呀重新烧起来。你们平时若是没有时间来学，想要什么我们给你烧就成。那就多谢大姑了。一家人放心。杜婉春也不客气，笑盈盈的去那堆瓷器里面选东西。待到晌午时，杜婉春和周大娘刚刚离开，曹老大就跟着许大夫把曹氏给抬了回来。相公，娘她怎么样了？曹老大哭丧着脸，摇了摇头。大夫，我娘她怎么样了？也没什么大问题，就是摔断了脊椎骨，以后估计不能再下地走路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我娘瘫了？是啊，瘫了，以后别说走路了，就连坐都坐不起来。你这婆婆也是倒霉，摔一跤就瘫了，以后她的日子可就苦了。当然是苦了，这瘫在床上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，别说是动手打儿媳妇了，就连吃个饭都要看儿媳的脸色。
许大夫开了几副药之后便走了，杜大梅也没有多说什么，进屋做饭去了。等饭菜做好之后，曹氏也已经醒了，在家里是哭天喊地，叫唤不停。我的腿，我的腰啊！哎呀，老天爷呀，你怎么能这样对我呀？院子里都是曹氏凄惨的叫声。杜大梅也是没心思伺候他，留了饭菜给曹老大，自己吃完带着孩子就出了门。曹老大从小被自家娘打压惯了，心中有怨气，见着曹氏抱怨不停，自个儿吃完午饭之后丢了一点剩饭剩菜给曹氏，自个儿也出了门。曹氏嘴里还不停地骂着杜大梅，说他没良心，骂着骂着一泡尿撒在了床上。他惊得朝外大声喊，可是儿子儿媳都出门了，没有人来管他，他只得泡在臭烘烘的尿里，一个劲儿地骂他们，直到声音都骂哑了才消停下来。杜晚春和周大娘到家之后，便跟周大娘一同将薄荷香露打包好，准备明天送到铺子里去。周家香铺现在卖的香不多，但却十分受郑家那位二小姐的喜欢。二小姐买了香露和檀木塔香，送给了自己的哥哥郑知府。郑知府则是留了一些，托人送给了京城的三王爷。三王爷是当今皇上同父异母的弟弟，今儿个府中丫鬟却不小心拿错了，点燃了郑知府送的香。三王爷刚刚从宫中回来，闻着屋里的香，他猛地一惊：你今天燃的什么香？回王爷的话，奴婢燃错了香，郑知府送的檀木塔香当成了宫里送的。哎，不用灭了。是王爷。三王爷双眸之中满是感伤。王爷，您怎么了？这香味有那么一瞬间，有些像皇后娘娘从前送我的香。哎呀，只可惜仔细闻过后又不像。王爷，人死不能复生，您就别再难过了。人死不能复生，早知如此，我就不让他进宫了。你说这香是郑知府送来的？回王爷的话，正是。你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吗？听说是在方家成安县的香铺买的。你替我给郑知府送一封信，让他给我再买一些香来。是王爷。记住，我要20斤。是王爷。3月的清晨，杜晚春正搬着新做好的薄荷香露往屋里走，周瑞渊将马车赶到了门口。瑞渊，你今天陪晚春去送货，我留在家里等何全一来后把东西收拾收拾。他们在自家地旁边搭建了一个简易的小草棚，好在他们这次建的房子不大，用不了多久就能建好。好的娘，你放心，我们一定把货送到。周瑞渊手里拉着缰绳，驱着马儿朝前走着。杜晚春微合上眼，没过多久就有些昏昏欲睡了。怎么了？昨晚没睡好？有没有睡好他不知道啊，他真心觉得自家相公体力太好了，再这样下去都得折腾坏了。不是，就是有点累。周瑞渊瞬间明白了，他收了方才的担心，看向前方，笑得一脸的春风得意。那好，今天晚上我轻点。杜晚春顿时觉得整个人都被火烧了起来，脸颊滚烫，连忙把脸埋进了他的肩窝里。不知不觉，杜晚春靠在他的肩头，真的睡着了。等再次醒来，马车已经停在了周家香铺的门口。大哥大嫂，你们来的正好。怎么了，二弟？今儿个郑知府那里派人来传话，说是要从我们这里买20斤的檀木塔香。啊，20斤？郑知府怎么突然要买这么多啊？听郑家二小姐说，她大哥十分喜欢我们的香。我们现在手里的香最多也就10斤不到了吧？等一下回去，我让娘再做一些。这时他看到了周瑞渊刚搬进来的盒子，这是新的香露。那你瞧瞧，这香露可止痒消肿，防止蚊虫叮咬，这么神奇。周峰立马接在手中，拿起来闻了闻，随后倒了一点涂在了手上。这香露的确是不错。是啊，娘准备等再赚一些银子，就把这薄荷香露做成薄荷香膏，这样更加方便使用。是的，平常百姓更喜欢香膏一些。他立马把新的香露摆在了柜台上。没过多久，就来了客人。屠夫家在县里还算是富裕，不愁吃喝。不过屠夫家的女儿张氏却长得体态过于丰满，一直到现在都还未嫁人。前段时间，她花大价钱在这里买了一瓶蔷薇香露，用过几天之后，说和隔壁县的柳家小儿子定了亲，下个月初6准备出嫁了。张氏将所有功劳都归在了这瓶香露上，所以对周家香铺十分的感激。周掌柜，你们这是又进了新的香露啦？是的，
我大哥大嫂刚拿来的，对蚊虫叮咬十分有效，你可以试试看。转身把手中那刀肉硬塞到了一旁的杜婉春手中。杜妹子，拿着。等他再抬头的时候，张氏已经涂着薄荷香露。良久之后，这东西好，我昨个被那个臭蚊子咬过的地方立马就不痒了。我爹平日里杀猪，苍蝇多，蚊虫也多，这个给他用刚刚好。这个多少银子一瓶？这个20文一瓶，我买2瓶。好的，张姑娘。张氏拿在手中，爱不释手，笑盈盈地出了门。这位张氏虽然长相平平，但性格十分和善，跟这条街上所有的邻居都认识。他才刚出门没多久呢，街头的裁缝铺、茶馆、酒肆、当铺、面馆便都来人了。他们听说有这么好用的香露，想都没想，直接都涌进了铺子里来。渐渐的，铺子里都是人。没过多久，刚刚才送来的薄荷香露就卖光了。等客人都散了之后，就已经临近黄昏了。杜婉春跟着周瑞渊又去集市里买了一点东西。这时，突然有个算命的老头见到杜婉春：“这位姑娘，好福气啊！要不要来算一卦？”先生，你这边可以算什么？算姻缘，算子嗣，都能算。那就算姻缘，算子嗣。随后在纸上写下了自己的生辰八字。老头看过八字之后，先是一愣，随后满面笑容地合上了八字。姑娘和公子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呀，有着3世姻缘，这辈子呀，琴瑟和鸣，感情深厚。2位命里有3子1女，子孙满堂，福寿安康啊！啊，3子1女？是啊，2位子嗣多，快了快了。什么快了？老头爸眯着眼睛，笑盈盈的没有回话。多谢先生。2位慢走。周瑞渊挽着杜婉春，转身准备离开。相公，他刚才的话是什么意思啊？等再过一段时间，你就明白了。照他的话来看，这第1个孩子已经在来的路上了。夫妻2人上了马车，朝长留村赶去。娘，你瞧，我们又有肉吃了。你们又去集市买肉啦？没有，这道肉是张屠夫的女儿送的。不过我们买了娘做香膏要用的东西。正好，我今天在山上采了不少艾叶，到时候做了薄荷膏，再做一些艾叶膏，应该都能卖出去。杜婉春连忙拉着他一同来吃饭。吃饭的时候特地提了一下那20斤檀香木的事儿。20斤？我们家的香料木头好像不多了。没事儿，我们明天再上山找一找吧，说不定还能找到。也行。待吃过晚饭后，天已经全黑了。翌日，瑞渊昨日听我们说要去山上找香木，所以早早就带着昭儿上了山。这孩子一定是怕你累着，所以特地在你醒来之前赶着上山。周瑞渊并不是一个善于甜言蜜语的人，但是很多时候比常人想的都要多。周瑞渊拿着弓箭带着周昭往深山里走，便发现了好几棵的檀香树，甚至还有一些安息香树和名贵的沉香树。大哥，你快看！就在这时，周昭突然伴着一块石头摔了下去，拍了拍裤腿，朝刚才伴着自己的石头看去。那块石头从泥土里冒出一截小小的尖头，金光闪闪的，只见一小块金子露了出来。大哥，你瞧，这儿有块金子。你这是从哪里来的？我刚在地上捡的，也不知道还有没有了。说完又蹲下身，在地上找了找。看来是没有了。不，还有。大哥，我瞧这地上只有这一块啊。周瑞渊摇头，随后指着金子下面的一个小印记。你瞧这是什么？只见金子下面赫然写了一个陆字。这是外祖父家的金子。当年外祖父抄家之前，孙管家带着一箱金锭子跑了。如果没猜错的话，这金子极有可能就是孙管家带走的那一批。只是这孙管家不是跑了吗？他带走的金子怎么会在山里面？孙管家的老家在青州府附近的万州府，想要眼神耳目回村，就得走山里这条小路过去。这个孙管家大难临头，自己抱着金子跑了，我想外祖父做鬼都不会放过他。孙管家算是陆府的老人了，一直以来都是忠心耿耿的。谁知道他却在陆府大难临头的时候，抱着陆老爷子留下的金子，偷偷地离开了京城。金子原都是用木盒装好的，现在突然掉了一块出来，看来他在回去的途中遇到了一些事儿。我们可以再找找，说不定他藏了一部分金子在这里。好，我再找找看。兄弟俩找了大半个时辰，最后只挖出来了一个木盒子。孙管家的确是把一部分的金子藏在了这座山里。
只是在山的什么地方呢？得慢慢找才行。长留村的这片山，从西往东走最少需要1个时辰。大哥，今儿就算了吧，我们明天再找吧。周瑞渊也累得不行。行，我们今天先把这些树带下去，明天再来找金子。没过多久，2人扛着2棵上好的檀香木就下了山。周瑞渊趁着深夜没有人的时候，将怀里的金子拿出来。相公，这块金子最少可以换100两银子。没错。这样算下来，有了金子，我们可以重新买一间铺子。是的，我们的确可以重新买一间铺子，不过现在还不是时候。为何？整个青州府都是方家的地盘，我们若是不跟他们合作，他们一定也会有办法让我们生意在成安县没法做。要不这样，相公，既然我们在成安县没有办法做生意，那不如就把铺子开到其他地方去。这样一来，方家管不到我们，我们也能有属于自己的铺子。我正有此意。相公，你说咱们把新铺子开在哪儿好啊？京城。啊？京城？有些东西是躲也躲不掉的，所以我们得早做准备。所以，你打算让2弟去京城看守铺子？成安县的铺子，方家人可以打理，让2弟去京城也行。让周峰去京城看店，除了能够赚银子之外，还能结交一些位分高的大臣。将来如果吴贵妃再次找到他们，想要杀他们灭口，他们可以借着大臣们的手闹到皇上跟前，拉吴贵妃下马，给当初的陆家翻案也好。我记得2弟一直想去京城，而且他性子沉稳，做事圆滑聪慧，非常适合做这件事。放心，我不会再让你还有娘他们被人欺负。翌日，杜婉春和周大娘留在家中做香膏，周瑞渊和周昭去菜地里面种菜，顺便上山找金子。忙了大半个月，香膏是做好了，但是周瑞渊和周昭并没有找到金子。杜婉春从杜大梅家拿了新做的小瓷罐，装了新做好的香膏，送到了成安县的周家香铺。香膏比香露更受平城百姓的喜欢。没想到我们做的香膏这么受人喜欢。娘，以前在京城的时候，你做的香膏是不是也有很多人喜欢啊？我虽学了制香的本事，但我爹不让我抛头露面，所以每次做好的香膏和香露都是我自个儿在用，很少有人说喜欢我手里的香膏。要说真的有人的话，应该是瑞渊他爹，就是当今的皇上。我知道他是爱屋及乌，可惜男人的痴情永远是短暂的，女人一旦人老珠黄，所有的宠爱都会变得烟消云散。说来也是巧，让我们重新有活路的是制香的本事，这害我们的也是制香的本事。娘，当初那个吴贵妃怀有身孕，因为身子不好，不小心小产，后来诬陷于我，说是我调制的香导致了她小产。瑞渊他爹把那个女人当成心头肉，不分青红皂白，直接将我打入了冷宫，还口口声声说我是个蛇蝎心肠的女人。娘，你放心吧，世道有公理，老天爷一定会还你清白的。清不清白无所谓，我只希望你和瑞渊他们不要再因为我而受苦。会的，我们的日子现在不是越来越好了吗？是啊，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了。周家铺子生意越来越好了，周大娘在杜婉春的帮助下，又买齐了制作熏香的工具，将自己的作坊扩大，还请了王婶子和杜大梅一同来帮忙。1个月后，周家香铺生意越来越好，在成安县渐渐有了名气，就连隔壁县都有很多达官贵人慕名来买。方老爷见着高兴不已，就连周峰说要去京城开店，他都没有反对。在方老爷那里拿了帖子以后，他起身回家跟大家告别，带着融成金条形状的半截金子和1马车的香露、香膏、香料去了京城。周大娘非常不舍，娘，2弟这么聪明，在京城一定会出人头地的。这样也好，反正风儿他也一直想要回京城，现在也算是如了他的意。杜婉春起，随后到新建的灶房烧了一壶水。杜婉春弯下腰以后，往灶台下面加了一点柴火，正准备起身时，感觉到头一阵晕眩。婉春，你怎么了？我没事儿，可能是刚才起身太着急了吧。婉春，
身子若是不舒服就跟娘说，现在家里有些银子了，不担心没钱看病。娘，我真没事儿。然而再次起身时，他又是一阵眩晕，这下可了不得了，把周瑞渊给急坏了。他一把抱起杜婉春，直接朝着许大夫家冲了过去。许大夫瞧着这两小夫妻来了，瑞渊啊，你家娘子怎么了？方才见他头晕，也不知道是不是病了。一边把脉一边朝他小声问：周家媳妇儿是什么时候来的月事？不记得了。瑞渊啊，你娘子没病，你呀要做爹了。也难怪当初那算命的老头说快了。大夫，你的意思是我娘子有身孕了？是啊，你娘子有身孕了，你呀要当爹了。太好了，我要当爹了。婉春，真是太好了。这里是安胎的药，你们拿回去煎服。多谢大夫。你娘子出差有孕，一定要好好休息，千万别累着。大夫放心，我一定不会让我娘子再累着。你们快回去，平日里有什么事务必亲自来找我，托人来传句话就成，免得慌慌张张在路上容易出事儿。多谢许大夫。回去吧，多吃点好的，把身子补好。周瑞渊在一旁把许大夫的话都听进了心里，小心翼翼地扶着杜婉春离开了许大夫的屋子。回去的小路上，来，婉春，我背你。哎呀，相公不用了，我能自己走。乖，听话，我背你。这路上都是坑，若是绊着了就不好了。相公，真的没关系，我没有那么矫情，能自己走的。周瑞渊并未听他的话，直接强制性的将他背到背上。哎呀，相公！周瑞渊背着他，盯着刺目的阳光，缓缓朝家走去。婉春，之后不要再说什么矫情不矫情，你在我们家是千金不换的珍宝，无论做什么都不是矫情。你呀，就该被我们百般呵护。相公，你很喜欢孩子吗？我不是喜欢孩子，我只是喜欢你和我的孩子。要是孩子能长得像你更好。那你想要男孩还是女孩啊？女孩，跟你长得一样的女孩。在这个小村子里，即便是过去了这么多年，依旧还有不少人一心一意只念着要男娃，生怕自己家里一亩三分地儿没人守着。然而周瑞渊一个生在皇城里的人，却发自内心的告诉他，他想要一个女儿。这一刻，杜婉春真的觉得自己选对了人。杜婉春和周瑞渊回到家中以后，将这好消息告诉了周大娘。婉春有身孕了。是啊，娘，你快要做奶了。婉春，真是太好了。娘，这是喜事啊。对，是喜事。娘啊，就是太高兴了。那个女人不是想绝我们的后路，瞧，这下不能如他们的意了。我们家瑞渊有孩子了。婉春，你想吃什么，娘现在就给你做。娘，就跟平常一样就好了，我都吃。那可不行，你现在是一人吃养2个人，若是吃得不好，那孩子就会抢了你的精气，你的身子骨就不好了。过去你王婶子家买只鸡去，晚上给你炖鸡汤喝。王婶子一听杜婉春有身孕了，也高兴得不得了，连忙从后院抓了2只小母鸡。周妹子，来来来，这些都给你，女人有孕呐，就是要多补一补啊。姐，你家总共也就只有4只小母鸡，你给我2只，你吃什么？我呀，只要1只就行了。哎呀，家里的鸡原本是留着生蛋的，但是妹子你天天往我家里提蛋，我们这根本就吃不完。这鸡呀，都给婉春吃，这孩子跟我亲闺女一样，就当是我给她补身子。王婶子直接把她给推出了门，随后把门重重关上。周大娘见状，便只得把2只鸡给提了回去。待她一走，娘，你说周家那媳妇儿有身孕了？啊，是啊，你是不是又有什么坏主意了？娘，你别胡说。等会儿跟着你爹去稻子里放水，别总想着京城的事儿。等过些天呢，我就给你娶一个媳妇儿。娘，我知道了。如果有一天陆家能够重新洗刷冤屈，作为嫡子的周瑞渊和他的孩子就更有可能继承皇位。王秋看向周家方向，与其效忠那心肠歹毒的吴贵妃，
还不如效忠于与人和善的周家。他想罢，转身拿了锄头离开了家。路过周家田地时，还不忘帮着地里的周昭除了草。周昭回到家的时候，还不断地跟周瑞渊夸呢：大哥，那王秋不愧是学过功夫的，力气大，体力好，种地也是一把好手。他帮你种地了？周昭喝了口水，点头。行，这是好事儿。他以后若是要再帮你，你就让他帮，正好我们家里缺个干活的。你嫂子有了身孕，你多照顾照顾她。以后家里的重活轻活，无论什么活都别让她碰。那是自然。相公，我不过是怀了孩子，又不是病了残了。那也不能干。现在有王婶子和大姑帮着娘做香露烧瓷瓶，又有我和三弟王秋种地，盯着家里建房子。你呀，只要好好休息，什么都不用干。你若是真的想干，那就帮我抄书吧。只见一本他手抄的制香方子。相公，这些是我外祖父留给我娘的，当初离开京城的时候被大火给烧了，后来我娘又背了下来，我另外再手抄了一份。啊，相公是想把家里的祖传方子给我？我呀，总归是要老的，家里的手艺不能失传，所以我前些日子让瑞渊手抄了一份，让他送给你，正巧教你认字。多谢娘。说罢，他连忙翻开书来看。其实他也不是不识字，好像只不过是忘记了一般，只要多看几眼就都能认出来。很快，周家小屋里陆陆续续又传来了欢声笑语。与此同时，京城皇宫内，娘娘，皇上说今儿个不来了。不来了？娘娘，皇上今晚又去了如妃娘娘的宫里。如妃是三王爷前些时日送进宫里的新嫔妃，听说是邻国的歌姬，长得虽然算不上什么倾国倾城，但是却和之前的皇后陆氏有5、6分的相像。这个三王爷就是跟我过不去啊！明知道皇上还念着那个贱人，偏给我送来一个和贱人长得相似的女人来。不急，我不能急，等我生下皇子，再杀了三王爷也不迟。娘娘，您现在肚子里面有皇子，不用着急。是啊，等我皇子一出生，我便能坐稳皇后的位置，还怕他什么如妃什么贤妃的。娘娘，您别动气，小心动了胎气。先陪我去如妃那里，顺便把我那个珊瑚手镯给戴上。娘娘，您是说那个可以防止有孕的珊瑚手镯？让你拿了就快点拿来！小宫女连忙闭上嘴朝外走，吴贵妃缓缓地跟上。许是因为有孕，所以头晕乎乎的，朝前走了2步就觉得一阵眩晕。近来她也是诸事不顺，所以心情十分烦闷，扶着一旁的桌子，气愤地把桌上的东西全都推到了地上。这孩子怎么怀着这么不省心啊！她骂完之后，缓缓直起身子朝外走去。这一走，他正巧踩到了地上刚刚撒出的燕窝，他的脚底一打滑，整个人直接朝着后面摔了下去。砰的一声响，吴贵妃发出了惨叫。娘娘，你怎么了？我的肚子好疼，你快去叫太医，快去叫皇上来！连忙起身冲出去叫太医了。叫完太医之后，他立马去了如妃娘娘的宫中找皇上。皇上，不好了，贵妃娘娘摔了一跤，肚子疼。贵妃娘娘是不是又在耍小性子了？皇上，娘娘是真的摔倒了，您快去看一下吧。摔倒了就去叫太医，叫朕有什么用？你快去告诉他，除非死了再来叫朕。小宫女听着一怔，只能咬了咬唇退了下去。吴贵妃被宫女们抬到了床上，来了2、3个大夫给她诊脉。皇上呢？怎么没有见到皇上？小宫女吓得直接跪地，随后将皇上的话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。真可谓是只见新人笑，不见旧人哭啊！当初皇后娘娘在的时候，皇上不也是这么宠着吴贵妃，对皇后娘娘百般冷落吗？吴贵妃是越想越气，肚子越来越痛，最后一股热流涌了出来。娘娘，你这羊水破了，怕是要早产了。胡说，胡说！我这孩子才5、6个月，怎么可能会早产？太医们顿时觉得大事不妙了，立马围在一起商讨起来。最后派了一位去找皇上。没过多久，
皇上就不情愿地来了。好好的，在自个儿宫里都能摔倒，朕看你是根本就没想生下这个孩子。皇上，一定是有人害我，一定有人害我。如妃，对，就是如妃。你现在这个样子，就跟当年一样，朕真有些怀疑皇后当初是被冤枉的。皇上，当年皇后娘娘是不是被冤枉的？你不是最清楚的吗？如今皇后已死，就算她是冤枉的，皇上也不会承认的，因为这样她就不能像现在一样心安理得地坐拥后宫美人。这时肚子上又传来一阵抽痛，她大叫出声：太医，快来看看娘娘吧！启禀皇上，贵妃娘娘要生了。罢了，保不住就保不住了。吴贵妃听着皇上这么说，心里更加难过了，一下子没憋住气，直接用力。这时负责接生的嬷嬷也来了，往里头一看，大叫道：呀，孩子的头出来了！屋里随后传来了一阵阵的惨叫之声，没过多久，孩子出生了，不过却没有婴儿的哭声。我的孩子怎么样了？回娘娘的话，这孩子实在是太小了，生下来就没了气。是皇子还是公主？娘娘，您还是别问了。为什么不能问？这孩子我也不知道算是皇子还是公主。一旁的皇上也听到了，连忙接过孩子来看，见这孩子那不男不女的部位，他吓了一跳。这是怎么回事？皇上，这孩子怕是受了药物导致，所以才变得现在不男不女。皇上你瞧，这是有人在害我。皇上，这孩子原本应该是个公主，但是却因为药物，所以变成了不男不女。据臣所知，传言有种药物吃了可以将公主变成皇子。如果臣没猜错的话，贵妃娘娘应该就是吃了这种特殊的药，所以孩子才会变成如此。说，你是不是吃了这种药？没有，皇上，臣妾没有吃啊，一定是有人要害臣妾。皇上，你说，贵妃娘娘有没有吃这种药？回皇上的话，娘娘没有吃。去，给朕派人去查，看看宫里最近有谁买了这个药方，是谁偷偷把这些药带进了宫。是，皇上。皇上瞧着吴贵妃的模样，一脸嫌弃，起身不愿意再待在这里，迫不及待地离开了。这贵妃娘娘生了怪胎一事，没过多久，传得整个京城就沸沸扬扬，就连刚到京城的周峰都知道了。周峰看着跟前熟悉的地方，不用10来天就把周家香铺给开了起来。香铺开张第一天，周峰便迎来了香铺的第一位顾客，韩大将军的嫡长女韩燕儿。从前没见过你，你是哪的人啊？我是青州府的人，近日才来京城。青州府我知道，那里是个好地方。你这脸上的痣长得真不是地方，若是没有的话，这容貌在京城里面应该也是能排得上号的。这个痣是天生的，我也没有办法。这时又走进来了2位姑娘，一位是吴大人的小女儿，也就是吴贵妃的亲妹妹，还有一位是朝中张大人的嫡女。哟，哪里来的乡野村夫啊，跑到我们京城来开香铺。2位小姐若是不想买香露，就请离开。嗨，你竟然敢赶我走，你是不想活了吗？你知不知道我是谁啊？当今的贵妃娘娘可是我的亲姐姐。吴三小姐，你这是在仗势欺人啊！哼，原来是韩家小姐呀！你不去喂马，跑到这里来干什么呀？你这个粗人，不会还能看懂香吧？啊！韩燕儿眉头一皱，拿出腰间的马鞭，朝着吴三小姐的小脸就重重甩去。马不用喂，就是要训。你好大的胆子！你是不是想要说去跟你姐姐告状啊？你也不看看，现在谁还不知道你姐姐生下一个怪胎，她就是我们玄月国的祸害。你给我等着！
现在韩大将军正得势，你别得罪他。就在这时，上面的阁楼突然落下一个花盆，直接砸到了吴三小姐头上。吴三小姐还没开口说话呢，咣当一声便被那花盆给砸晕了。活该，这就叫做遭天谴。来人，把他丢到一边去，别在这里碍眼。一旁的仆人抬起晕过去的吴三小姐，直接丢在了马路边上。张家小姐想要去叫人，但被韩燕儿吓得不敢动身。周家铺子也陆陆续续有了新客人。京城的小姐夫人们还是懂香的，闻着香露都爱不释手，每人都买了一瓶。花了1天时间，周峰就在这里赚了足足200两银子。他立马写信将京城的情况告诉了长留村周家。周家收到周峰的信已经是半月之后了。瑞渊，你二弟说京城的生意非常不错，再过半个月他会回来一趟，再带一些货物走。算算信上的时间，这几天他应该就回来了。也好，等他回来了，我们就搬进宅子里去。娘，二弟还说了什么吗？他说宫里的那位吴贵妃小产了，生下了一个不男不女的怪物，皇上因此十分生气，重新宠幸了一位新进宫的如妃。活该，他这是报应。是啊，的确是报应。所谓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只不过皇上还没将他废除，他的苦日子估计还在后头。娘，你放心吧，当初那人怎么对娘你的，日后那人也会怎么对他。将来啊，那皇帝就算跪地想要求着他回去，他怕是也不会再回头了。晚春，你还想吃什么？娘去给你做。娘，没事，家里有什么我就吃什么。那可不行，再这么饿下去身子会坏的。瑞渊，你去山上瞧瞧有没有那种野酸枣，有的话摘一些回来，我给晚春做一些酸枣糕开开胃。行，我这就去看看。如果有酸的李子也行。娘，其实家里做的酸萝卜也可以的。那也不能天天吃萝卜。他说完连忙朝周瑞渊挤了挤眼睛，让他快些去，不然再等一会儿他家娘子又舍不得让他上山了。周瑞渊连忙起身，拿起门口的背篓，没等杜婉春喊着他，赶紧朝山上走去。一路上全都是带刺的荆棘，等到了山林最深处的时候，他的手上全部都是一条条的血痕。周瑞渊停在一棵大树前面，密密麻麻全都是成熟的酸枣，连忙走到树下开始摘果子。没过多久，周瑞渊就摘了整整一背篓。这下晚春有的吃了。周瑞渊一边自言自语地说着，一边背起背篓，转身朝着山下走去。然而他才刚走2步，突然就发现了脚底不对劲，好像踩着什么东西。低头朝着刚刚踩着的东西看去，只见是一块露出了尖尖的金子。这块黄金比上次捡的那块要大上许多，上面刻着完整的鹿字，瞧着最少有个20两，换下来就是200两银子。周瑞渊渐渐明白了，那孙管家是把那些金锭子分散地藏在了这一整座山上。眼看就要入夜了，周瑞渊立马带着酸枣和金子回到了家中。周大娘接过周瑞渊递来的金子，左看右看，没错，这金子是我们家的，没想到这山上还有。这样看来山上应该还有不少。娘，这点金子你打算怎么办？还是晚春出主意，每次她想的法子都好。好的娘，虽然说这金子山上可能还会有，但是我们也不能坐吃山空，得拿金子换金子。现在我们成安县的周家香铺是在方老爷的铺子里开着，有着他们的人管着，倒也不用担心。我们不如就再开一间更大的香铺。方老爷不会怪罪？方老爷那边就只卖香露，而我们新开的香铺就卖香膏、线香、盘香、塔香、香丸、香粉、香篆、香囊、香枕等各种各样的香料。既然我们要开大香铺，那自然要把我们制香的屋子重新修一下，另外还要去买一些制香的料子来。行，明天我就去找何全一，在旁边再建2个屋子。娘，新开的铺子我们还得请一个心腹来做掌柜。他看向周昭，娘，我不行，你要我种菜种地，拿着刀砍匪徒都行，就是不要让我算账。周大娘又看向了周瑞渊，她自个儿就摇了摇头，你不能抛头露面，不然被人认出来就不好了。这个掌柜嫂子可以做呀，嫂子这么聪明呢，做生意应该也不会差的。周瑞渊却有些心疼的拉着自己娘子的手，也对，
娘，累不着的，就是你们不要嫌弃我笨手笨脚啊。傻孩子，我们怎么可能嫌弃你呢？要不这样吧，我记得村南的柳家媳妇也是识字的，不如你带着她一起去店里，平日里让她看着，你3天2头去一趟就行了。在玄月国，女子开门做生意的其实在少数。那位柳家媳妇儿愿意吗？愿意，她非常愿意。这姑娘跟你一样心眼好，只是命也不太好。自家相公3年前被抓了汉丁，去了边关，不知是死是活。自己带着一个2岁多的奶娃娃在村里讨生活。随后一家人一拍即合，又开始忙碌起来。新房子现在已经全部建好，等着木匠把家具和床打好之后，何全一又带着人在旁边建了2个小房子，里面有3、4个大灶炉，算是一个有着雏形的小小香铺工房。杜晚春和周瑞渊去成安县和方老爷谈好了再开一间香铺之事。方老爷没有多说什么，只提了一个要求，那就是周家给他们的香路不能断。杜晚春当即便答应了。方老爷也很大方，给他们指了路。随后他们夫妻2人照着方老爷说的，在成安县买了一间新铺面，铺面是以前的2倍，有2道大门。杜晚春回去的时候突然觉得恶心。晚春，你没事吧？相公，你不用大惊小怪，我这不过是害喜而已。早知怀孩子这般辛苦，我一定不让你怀。傻相公，大夫说了，害喜越严重，就说明孩子正在拼命长大。你瞧他都这么努力了，若是听到你说这番话，他估计是要伤心的。马车继续朝前走着，王秋在前面帮他赶着马儿。人活一世，能像周瑞渊一样妻儿在身边，就是颇天的富贵啊。等他们回家时，周大娘已经开始在蒸酸枣了。杜晚春在一旁看着，闻着那香味儿，胃口都好了许多。夜里吃饭比平日多吃了半碗饭。与此同时，周峰带着车夫正朝家里赶着，月色朦胧，官道上空无一人。正等他刚刚要入睡时，马车突然停了下来。怎么回事？车外的马车夫没有回话。这时马车帘子被掀开。哟，周掌柜真是让我一路好找啊！你是什么人？想要干什么？你不用管我是谁，你只要知道今天是你的死期就行了。说罢朝他挥出一刀。周峰眉头一皱，连忙拔出长剑挡住他挥来的大刀。是谁想要杀我？一个乡野村夫还想着在京城做生意，你不看看自己几斤几两？周峰听罢立马猜出了是谁，是京城袁家。在他去京城之前，袁家的香铺一直都是独占鳌头，平日里不仅达官贵人，就连皇亲国戚都在他家买香料。现在周峰开了一间一样的香铺，只用短短半个月就抢了他家一部分的生意，所以他们袁家怀恨在心，想要赶着他回村时将他杀人灭口。然而他们完全想错了。周峰提着剑，动作行如流水，直接刺向了那名刺客的脖子。没有了呼吸，他立马自己牵着马车的缰绳朝前继续赶着。派来的刺客应该不止一个，他得尽快离开这里。正当他赶着马车时，一个女人突然一跃，落到了他的马车上。周掌柜，不用担心，那几个小喽啰我都帮你解决了。韩大小姐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原本是想到你铺子买香，谁知道呢，正巧碰到袁家派人来杀你，所以就一路跟过来了。多谢韩大小姐。说着他调转方向准备回京城。哎，周掌柜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我现在就送你回去。不用回去了，我随你一同回青州府。你要随我去青州府？没错啊，反正青州府就在前面不远，我正巧去郑知府家看看郑二小姐。等太阳出来的时候，2人便进了城。周峰将韩燕儿放在了郑知府的门口，便赶着回了成安县。周峰回来的刚刚好，周家的新香铺刚刚开张。哎，二弟，大嫂，这就是我们家开的新铺子。是啊，二弟你回来的正好，走去看看我们的新铺子。娘又制了新的香，等我回京城多带一些回去。我和娘做了很多香，够你带回京城的。不过二弟啊，总让你这样跑也不行啊，等咱们赚了银子再找镖局来送吧，不然在路上也容易出事呢。他说完，目光正巧落在了马车上，马车上还有没有擦干净的血迹。二弟，
你马车上的血是怎么回事？把路上遇刺的事情原原本本的告诉了周瑞渊和杜婉春。我猜是袁家，他们仗着是吴贵妃家的侄子，在京城一直称王称霸，欺善怕恶。基本上除了他们家敢在京城开香铺，没人敢开。袁家？这我好像没有听说过啊。这袁家以前是跟着我外祖母身边学制香的，后来他们用着我们家的方子，在京城开了香铺，在京城一炮而红。后来吴贵妃上位，他们靠着这层关系，把京城整个香铺的生意都给垄断下来了。这个袁家这么无法无天，下次你再碰到他们了，绝对不要手软。那是自然，下次就算是他们家袁老爷来了，我也会直接砍掉他的脑袋。二弟，既然袁家用的是你外祖母家的方子，那他们制的香和我们周家的香是不是会有一些相似之处啊？没错，尤其是蔷薇香露和木樨香露。至于檀香和沉香，以及宫里用的龙涎香，肯定是一样的。就连荷香、鹅栗帐中香也会有些相似。若是我们能做像这样你们陆家以前没有的荷香，是不是就能比过他们了？那是自然。那行，我等一会儿回去跟娘商量一下，再调制一些其他的荷香。你等等看，若是不错的话，就带到京城去卖。好的，大嫂。大嫂，我听大哥信上说你有了身孕，所以回来的时候特地带了一个如意锁送给小侄子。多谢二弟，二弟现在也不小了，再过1-2年怕是也要娶妻了。大嫂说笑了，我还早。二弟若是碰着合适的姑娘，记得跟我还有娘说，我们早早给你备上聘礼。周峰听着脸更加红了，平日里冷清清的一个小伙子还露出了羞涩的模样。就在这时，周家铺子来了一位贵客，韩家大小姐一进来就买了30两银子的香。韩燕儿一身英气，姑娘，你还需要买什么香？不知周掌柜在不在家？屋里的周峰听到声音，猛地一惊，大哥，韩家的大小姐来了。她怎么来了？她发现了袁家歹心，跟着我一路来的青州府。